好，今天關於羅馬王子托蒂的紀錄片下集，這最精彩的我們會聊到著名的托馬笑話集，還有他和布拉西當年羅馬城的金童玉女為何最後反目成仇，互相指責對方出軌。那麼提醒大家，觀看的時候可以點開字幕，老 K 專門貼心的放置了繁體、簡體、粵語和英文字幕供您觀看。那麼過去足球紀錄片老 K 已經做了70-80集了，我把所有足球紀錄片的播放列表也放在內容簡介裡。歡迎您上班下班的通勤途中，中午晚上吃飯的時候，晚上睡不着的時候，都可以打開聽一聽。那麼支持的人越多，老 K 就有動力將這個系列足球紀錄片一直做下去。所以方便的話，請您動動小手指，點個讚，點個熱推。有任何建議，請在評論區留言。歡迎您訂閱本頻道。那麼關於托蒂，由於他從小生長在首都羅馬，所以在意大利長久以來，像在米蘭、都靈的北方足壇豪門的圈層，一向都輕視來自首都羅馬的托蒂，覺得他脾氣火爆，行事魯莽，身上帶着鮮明的羅馬本地人的特質。像托蒂在賽場上向來脾氣就衝動，這也飽受詬病。02到03賽季在歐冠中肘擊基翁，2010年意大利杯決賽腳踢巴洛特利，2004年歐洲杯首戰向丹麥球員波爾森吐口水。就單是托蒂吐口水事件，米蘭體育報就用了頭版整整8個版面做各種細節報道，這讓他成為那一屆意大利小組賽被丹麥逼平的背鍋俠。而且托蒂濃重的羅馬方言口音，20多年來一直被當作攻擊的一個點。羅馬的方言和標準意大利語差異非常巨大，類似於倫敦東區的俚語。早年的托蒂，這更是媒體經常調侃他，說他學識有限的一個黑點。確實，托蒂從來不以高情商、高學識見長。有一次新聞發布會，記者用到拉丁語的短語"活在當下"，托蒂茫然回應道："我聽不懂英語。"他自己坦言，從小到大只完整的讀完過《小王子》這一本書，其他的書嘛，翻翻幾頁就馬上失去了耐心。2002年，托蒂直言自己的內心也很委屈。他說："我僅僅因為我是羅馬人，就要承受偏見。他們嘲笑我的口音、舉止、口頭禪，或許只是不願意見到羅馬誕生頂級的球星吧。足球的話語權早已不局限於意大利的北方，可他們始終刻意地塑造這種刻板的印象，說羅馬人嬌生慣養、懶散、張揚、敏感，而且容易憤怒。對他們，我用種族歧視的話可能太重，用地域偏見可能更為貼切。隨他們怎麼評價吧，我生於羅馬，死於羅馬，永遠不會離開羅馬這支球隊、這座城市。我絕不會讓對手如願以償看到我出走羅馬。"所以托蒂的職業生涯雖然碩果累累，但他本人的性格卻非常靦腆。外界總覺得他不算聰明。在多次採訪中，托蒂脫口而出的那些神回答，催生了在意大利國內無數調侃他的段子。報紙上經常登說是托蒂家的圖書館失火了，總共也就2本書，全都燒光了。托蒂悲痛萬分說："完了，第2本我還沒給他塗完顏色呢。"所以當年全意大利國內都在編造各種關於托蒂愚蠢的笑話，這總是讓他感到非常生氣。後來在厭倦了外界對自己無休止的嘲諷之後，在意大利記者他的朋友科斯塔佐的建議下，托蒂出版了著名的托蒂笑話段子集，收錄了外界所有調侃自己的各類笑話、各種梗，1個月內就賣光了。第2年又出了續集，再度大賣。托蒂甚至還上過整蠱節目，扮演加油站的員工。當被路人認出了之後，他就打氣兒道："你真的覺得托蒂會幹這份工作嗎？"2003年，托蒂出版了關於托蒂的笑話書，一上市就賣了幾百萬本。一直到後來，托蒂笑話集總共出了5本以上。托蒂自己也介紹了自己對這些笑話的思想轉變的過程。他說："有一段時間，這些笑話讓我不勝其煩，特別是那些涉及我未婚妻和家人的笑話。後來我明白了，對這些笑話一笑了之會更好，而且可以從中找到一些積極的東西。我希望這本書在讓人們開心一笑的同時，它的收入也可以讓那些受苦受難的孩子們給他們一個微笑。"那麼關於托蒂笑話集長期在意大利國內霸佔着意大利暢銷書的榜單，托蒂在審定書稿的時候只提出過2個硬性要求：所有的玩笑只能調侃他本人，不能波及家人。而另外，書的出版所有的收入，一部分用於幫助羅馬本地老年人的公益項目，另一部分就交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像民主剛果共和國那些流浪兒童。書裡面的笑話咱們分享一下，其中有一則：托蒂人生最煎熬的3年是什麼？回答：小學1年級。另外一則說，
托蒂拼一副拼圖耗費了將近4個月，但翻到包裝盒背面一看，標注說適合2到3歲的幼兒。於是托蒂恍然大悟道：哦，原來我是天才呀！還有一個段子說，托蒂度假歸來，卡夫問他去哪兒了，托蒂說我去划水了。卡夫問玩得開心嗎？托蒂說一點都不，我壓根就找不到從上往下滑的湖。還有個段子，記者請托蒂預判一下美國和伊拉克衝突的走向，托蒂一本正經地回答道：這2個都是美好的國家，他們的備戰都很充分，但眾所周知，世界杯只能有1支球隊出現。另外還有，妻子一直很反感托蒂總是被塑造成呆頭呆腦的形象，總是勸他證明給所有人看。妻子問他：你讀過莎士比亞嗎？托蒂說：讀過呀，就是死活想不起来是誰寫的了。哈哈，類似的笑話层出不窮。後來意大利足壇爆出了巨大的裁判们假球醜聞，像俱樂部老板等等10幾名業內人士都被指控多年來聯手操縱比賽。可是整個過程，托蒂是完全置身所有的風波之外，他毫無負面的緋聞。所以當托蒂06年隨意大利隊拿到了世界杯冠軍以後，球迷們都希望於由他來重塑意大利足球的口碑。他出生在羅馬工薪階層的社區，一生都死守羅馬俱樂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他的海報。許多球迷都評價道，托蒂是意大利足壇碩果僅存的正面標杆之一，他從沒有辜負過朋友、家鄉父老和這座城市。不過關於他公眾形象唯一的那次嚴重翻車，就是04年的口水戰，3次連續吐口水的動作全部被鏡頭直播捕捉到，最終被禁賽了3場。事後他也懊悔不已，多年來不斷的公開道歉。托蒂不想被貼上壞小子的標籤，但如果說他是個笨笨的大男孩，那他倒無所謂。托蒂後來說，年輕的時候誰都幹過荒唐事，我當年也是如此，但我絕不會再有第2次，我從中汲取了足夠的教訓。於是在體壇巨星商業化高度發達的時代，托蒂最終坦然接納了外界給他塑造的憨厚的人設，甚至順勢借力，反倒讓球迷更加喜愛他了。正是他這份豁達的自我解構的精神，加上多次拒絕像皇馬這樣的豪門天價的邀約，最終托蒂從被全國調侃的對象蛻變為意大利的國民瑰寶。他的經歷和英國的貝克漢姆非常相似。曾經人們會用過度執念於羅馬德比戰來定義他，說他格局狹隘，因為托蒂同時也是德比歷史的第1射手。而如今全意大利都會津津有味地回味他對陣拉齊奧的各種德比名場面。像1999年3-1取勝後，他亮出了 T 恤，上面寫着我再度擊潰了你們。2004年托蒂抱起了場邊的攝像機，環視整個南看台。2015年德比梅開2度以後，他在南看台前自拍。和拉齊奧的德比戰永遠是托蒂最渴望破門的戰場。有一位20年的拉齊奧死忠球迷保羅當年坦言道，等托蒂退役的那天，我們會送一箱香檳。同城死敵之間有對抗，更有發自內心的敬佩。誰不希望擁有土生土長的城市旗幟呢？他給所有的羅馬球迷帶去希望，他成為了牢牢綁定球隊和城市和球迷之間的紐帶。而頗為搞笑的是，後來托蒂躋身了意大利足壇名人堂，部分的羅馬極端死忠球迷反而對他產生了微詞。有羅馬球迷說，托蒂毋庸置疑是羅馬俱樂部精神的化身，但有一些關鍵的時刻，他的存在感也偏弱。俱樂部主席帕洛塔曾經公開斥責說，我們羅馬的球迷愚蠢，當時如果隊長出面調和，那會更好。而德羅西在這方面做得更多，但我們的熱愛是無條件的，這就如同婚姻一樣，偶爾會爭吵，轉頭又釋懷了。第一次見到托蒂的時候，我就已經徹底淪陷。2017年5月26日，40歲的托蒂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確認，16到17賽季意甲最後一輪羅馬對陣熱那亞的比賽將是他最後一次身披羅馬隊的球衣。而5月28日晚上，在羅馬的奧林匹克球場，當比賽進行到第54分鐘，托蒂替補登場換下薩拉赫，那也是他職業生涯代表羅馬的第786次出場。羅馬最終3-2戰勝了熱那亞，鎖定了意甲亞軍和歐冠資格。賽後，羅馬俱樂部為他舉行了盛大而且感人的退役告別儀式。托蒂身穿印有自己名字和專屬標誌的10號球衣，繞場一周向數萬名球迷致謝。他在現場發表了著名的告別演講，他哽咽着坦言道：“這一刻終於還是來了，我哭了一整天。”從此，托蒂正式告別了陪伴25年的紅狼戰袍。但當時他也並沒有絕對的鎖死自己去其他球隊繼續踢球的可能。當時外界有向北美、日本一些俱樂部的傳聞，但最終托蒂選擇不再加盟其他任何俱樂部。
2017年7月17日，托蒂接受羅馬官方電視台採訪，正式宣布徹底結束長達25年的球員生涯，並接受羅馬俱樂部的安排，正式進入管理層，擔任總監的角色，開啟人生新階段。但遺憾的是，進入管理層僅僅維持了2年。2019年6月，在1個月內，美國老板將托蒂和當時還在踢球的德羅西掃地出門。托蒂宣布正式辭去了技術總監的職務，離開羅馬。而他和當時美國老板詹姆斯·帕洛塔還有高級顧問巴爾迪尼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是導致決裂的主要原因。而其實問題的根源早在他球員生涯的最後1年已經埋下。托蒂在後來的採訪和自傳中都透露，他當年由於身體狀態還好，原本還想繼續踢2年，但是以巴爾蒂尼為首的高層通過當時的主教練斯帕萊蒂將他邊緣化，強行逼迫他掛靴。雖然管理層承諾了退役後的宏偉藍圖，但這已經讓托蒂心中留下了極大的芥蒂。而2017年7月進入管理層以後，托蒂發現自己淪為了俱樂部對外的公關工具和吉祥物。在2年的任期內，無論是轉會引援、主教練的任免，還是俱樂部的長期規劃，高層就從來沒有真正諮詢或者採納過托蒂的意見。他後來透露，在2年時間，總共也只參加了大概10次管理層的會議，甚至許多關於球隊的關鍵會議都直接將他排除在外。托蒂在發布會上控訴，他們知道我的想法，但他們從來不讓我參與真正的技術項目。所以托蒂和俱樂部大股東帕洛塔最信任的顧問巴爾迪尼之間的關係形同水火。巴爾蒂尼曾經公開表示，羅馬隊不能被托蒂覆蓋，而托蒂卻認為以帕洛塔為首的美國資本管理層只想把俱樂部當成純粹的生意。而過去來自羅馬本土的傳奇球星托蒂和德羅西，因為在球迷中的威望過高，反而成了美國資本高層眼中的絆腳石和累贅。2019年5月，羅馬在沒有充分和球員本人溝通，也沒有和托蒂溝通的情況下，突然單方面宣布不和當時羅馬的功勳隊長德羅西續約，強行將他趕走。這個舉動徹底激怒了托蒂，讓他也明白了外資高層正在無情地剝奪羅馬隊的本土傳統和過去的紅狼精神。於是在最後的發布會上，托蒂留下了2句讓無數羅馬球迷心碎的名言。他說，離開羅馬對我來說就像快要死了一樣，我覺得如果我真的死了，感覺甚至會比現在更好受一些。而有些人在過去8年裡一直想把羅馬人從俱樂部趕走，現在他們做到了。那麼接下來咱们談到托蒂和他的前妻布拉西著名的撕逼故事，到底是誰先出軌？那麼當事人也有不同的說法。OK， 在托蒂遇到布拉西之前，其實他和許多模特在一起過。和托蒂傳出過戀情的美女依次有羅塞拉·布雷西亞、弗拉維亞·文托、薩曼塔·德·格雷內特和瑪利亞·馬薩。這些女友有共同的特點，就曾經都登上過男性雜誌的封面，而且她們絲毫都不覺得害羞。02年，托蒂認識了後來的妻子伊拉利·布拉西。布拉西1981年4月28日出生。在托蒂認識她的時候，布拉西正在意大利一家電視台的拼字遊戲節目中做翻字母版的女郎。剛開始的時候，布拉西不理睬托蒂，托蒂卻找到了吸引她的方式。在羅馬德比戰中，托蒂打進了一個球。進球慶祝的時候，托蒂掀起了球衣，露出了裡面白色圓領衫上寫着6 Unica， 意思是你是唯一的。這個做法打動了布拉西，他終於接受了托蒂的求愛。但這裡有個細節，布拉西一家過去都是拉齊奧的粉絲，而托蒂效力於死敵羅馬，這也是當初布拉西不接受他的原因。2005年6月19日，托蒂和布拉西舉行了婚禮，他們把婚禮的電視轉播權賣給了天空電視台，得到的3萬歐元全都捐給了羅馬市政府，用這個錢買了一輛寵物救護車。當時他們的婚禮一共有130萬電視觀眾觀看。他們的婚姻曾經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現代童話，兩個人都有出色的形象，但都不是花瓶式的人物。托蒂是羅馬的隊魂，布拉西後來早就擺脫了童星、電視舞女或者托蒂太太這些早期的形象。他後來成為在意大利家喻戶曉、非常受歡迎的電視主持人。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年，結婚17年。但是他們周圍的人都很清楚，兩人各自的親朋好友的圈子從來都沒有對對方有過好感。最後兩人終於分開，倒是讓兩個派別各自都鬆了一口氣。意大利人普遍公開戀母，托蒂也是個典型。托蒂的母親費奧雷拉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兒媳布拉西，儘管他之前也從來沒有喜歡過兒子之前的幾個女友。有消息說，費奧雷拉不喜歡布拉西這種在電視上跳辣舞的女生，
但是托蒂過去一直交往的都是這類美女，只是托蒂來自城市中的平民家庭，布拉西則來自一個中上階層的家庭。布拉西3歲就已經成為童星，這當然不是偶然被發現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家裡有關係。布拉西的全名伊拉里·布拉西，這是在意大利語裡沒有的名字，是他母親自己發明的。而平民老百姓的家庭並不玩這種遊戲，通常只是在天主教的名字裡選一個。而托蒂和布拉西的3個小孩名字也都不符合意大利天主教人名的習慣。在兩人過去多年的採訪中，偶爾能看到一些涉及社會階層差異的痕跡。例如，布拉西暗示過托蒂在和他拍拖之前其實很土，而托蒂則認為布拉西在和他戀愛後變得更隨和了。比如第一次約會的時候，托蒂開着自己新買的法拉利去接布拉西，可布拉西根本沒有像別的女生看到豪車那樣又驚又喜，而他直接一拉車門，車門砰的一聲撞到了街邊的矮牆上。當時托蒂假裝啥事兒沒有，實際上心裡面疼得想哭啊。而當他們婚後，布拉西的家庭因為對社會事務擁有更多經驗，於是逐漸接管了這對名人夫婦家庭財富的管理。像布拉西最親密的大姐西爾維亞，多年來越來越多地參與管理托蒂的事務，甚至管理過一段托蒂的肖像權。而托蒂夫婦的第一次婚姻危機恰恰與此有關。此外，托蒂的岳父和西爾維亞的丈夫佩魯奇還一起管理着托蒂名下的體育中心。正是因為布拉西家族全面參與了托蒂個人業務的管理，這導致最後離婚官司的財產分割非常複雜，不是1、2天律師們就能夠完成的。在兩人最後離婚的時候，本來想一起發表分手宣言，但雙方最終沒有談攏。而布拉西最後那份冷淡簡潔的聲明，幕後策劃人是他的私人助理洛佩多塔。這個女人性格強硬，意志堅定，人們總是稱她為將軍。最後離婚以後，托蒂的圈子、布拉西的圈子終於可以各過各的了。托蒂後來接受了意大利晚郵報的訪問，他指責妻子出軌，而且說自己不止1次被背叛。托蒂說，我過去從來沒有公開談論此事，但在過去的幾周，我讀了太多的假新聞，其中有些甚至讓我的孩子受苦。真正的危機是在21年3月到4月中爆發的，但我已經受了很長時間的痛苦。首先因為我退役，然後我的父親因為新冠肺炎而去世，我也因此感染了病毒15天。當我的妻子在我最需要她的時候不在我身邊。去年9月我就開始聽到一些傳聞，說布拉西有了外遇，而且不止1個男人。於是當時我查看了妻子的手機，發現了她出軌的證據。過去20年我從沒這麼做過，她也沒有這麼做過。但是我從不同的人那裡收到了警告，都是我非常信任的人，這讓我開始懷疑。我於是查看了她的手機，發現了第三者。而這個男人正是布拉西的髮型師閨蜜阿雷西亞介紹的。當時記者問托蒂關於第三者的情況，托蒂說，不要問我名字，他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相差甚遠。我非常震驚，不僅是因為布拉西有了外遇，而且他居然對這樣的人感興趣。布拉西給對方發短信，上面寫着，大概是說我們在酒店見。可見布拉西對我很小心啊。我當時知道了，不敢把這事兒告訴任何人，我把這些藏在心裡。我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人，當我冷靜了下來，不想破壞家庭，我想保護孩子，我就像一隻狗一樣忠誠。布拉西曾經對我說，今年我會在米蘭待得久一點，回羅馬少一點。我相信他，我依然希望那不是真的。而後來，據意大利媒體追蹤報道，布拉西出軌的對象是個強壯的小夥子，叫克里斯蒂亞諾·伊奧維諾，是個私人健身教練，他喜歡紋身，看上去很強壯。而在此之後，布拉西自己和網飛合作拍攝了紀錄片《Unica》，控訴了托蒂的出軌行為。布拉西說，我當時嫁給托蒂是因為愛情，而不是金錢。我一直都以這樣的形象示人。但後來1月底，我們一起去吃晚餐，從某個時間開始，我注意到我的丈夫變得不一樣了。從那時開始，就開始了一場災難。我應該相信誰？是記者還是我的丈夫？我覺得我的丈夫很奇怪，為什麼呢？我不敢相信一個在我身邊已經20年，一起度過了半輩子的男人做了那樣的事情。布拉西在和網飛合作的紀錄片裡含淚指責托蒂背叛出軌，說托蒂從未否認自己愛上了諾埃米，而他們的故事已經持續了1年零9個月。但隨後托蒂在接受採訪時解釋說，他只是在發現妻子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之後才開始了新的戀情。托蒂最後只是說了一句，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那麼在2人離婚的過程之間，他們的矛盾迅速激化，甚至上演了一出非常滑稽的戲碼。
兩人將對方名貴的手錶、奢侈品的服飾、包包等互相藏起來。45歲的布拉西先取走了托蒂收藏的勞力士手錶，而46歲的托蒂隨即展開報復，將布拉西那些價值不菲的設計師手包、名牌的鞋子全都藏了起來。值得一提的是，布拉西一直对奢侈品的偏愛到了極致，甚至給自己的女兒取名香奈兒。而托蒂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我還能怎麼辦？我把包包藏了起來，只是希望能和他互相交換，拿回各自的物品。只要他歸還那些手錶，這件事就此了結。”所以托蒂也坦言：“我們曾經被捧為意大利的金童玉女，但童話本身就是虛構的。我們和所有的普通夫妻一樣，有過甜蜜的高峰，也有過充滿矛盾的低谷。最後這段關係徹底走向破裂。”布拉西最後僅僅通過律師對外表態說：“我自始至終都在守護孩子們，未來我也會繼續盡全力保護他們，而我掌握的一些真相足以摧毀50個家庭。”所以生活本身也有它殘酷的一面。對了，托蒂的兒子克里斯蒂安後來也踢球，但在19歲就已經宣布退役。這是因為年輕人在承受了父親托蒂的盛名帶來的巨大壓力後，實在無法承受，決定轉向幕後發展。克里斯蒂安過去在羅馬隊，也在西班牙的球隊效力過，但是他長期面對着社交媒体对自己體型的各種嘲諷，以及將父親托蒂拿來和他做無休止的比較，最終他主動選擇終止了合約。兒子坦言：“我覺得受夠了，我要退出足球。”而他的最後一位教練說，克里斯蒂安·托蒂本來可以成為出色的意大利丙級聯賽的球員，但身為托蒂的兒子，這影響了外界對他的評價。最後遠離職業賽場之後，克里斯蒂安選擇加入父親創辦的托蒂足球學校，和擔任總經理的叔叔一起工作，負責挖掘年輕的新秀。最後的一部分，在生活中關於托蒂有許多冷知識。他最喜歡的歌手盧西亞諾·利格布是國際米蘭的球迷。2014年，托蒂在羅馬的奧林匹克球場觀看了利格布的演出，他還特地穿了一件圓領衫，上面印着利格布一首著名歌曲的名字。但托蒂同時也是羅馬一個樂隊叫 Gioda 的偶像。這個樂隊為托蒂專門寫了一首歌，名字叫10號。Gioda 樂隊的成員曾經表示：“我們不知道隊長托蒂是否聽我們的音樂，但不管怎樣，能夠認識他並跟他合一張影，將是我們的一大榮幸。”後來這支樂隊的願望得到了滿足，經人安排，他們走進了訓練中心，見到了自己的偶像托蒂。另外，托蒂非常喜歡吃甜食，這一點在意大利國內婦孺皆知。除了愛吃能多益之外，他還喜歡吃巧克力，只要是甜的東西，他都願意吞進肚子裡。此外，羅馬隊長最喜歡的食物還有披薩餅，不管什麼口味的披薩，他都喜歡吃。那麼現在度假的季節，誰要是想邂逅托蒂，最好去薩包蒂亞，在這裡很容易看到他。他總是在那裡玩沙灘足球，或者游泳，或者曬日光浴。薩包蒂亞位於意大利的拉蒂納省，距離首都羅馬只有100公里。薩包蒂亞是過去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建起來的，是把一片沼澤地排乾了水之後再填平，最後建成。這座城市的設計者是墨索里尼手下一些著名的設計師。另外，托蒂本人有個特殊的喜愛，拉布拉多犬。2005年11月，在兒子克里斯蒂安出生的時候，意大利著名的體育服装品牌迪亞多納的老板送給了他2隻拉布拉多犬。可是由於家裡面已經有了6隻拉布拉多，托蒂決定將迪亞多納老板送的這2隻捐贈給一家救生學校。這個學校有一個項目叫安全的海，訓練各種動物來救助在海中遇難的人。而托蒂送的这2隻狗曾經在海灘救起過2個人，一個是60歲的老年婦女，另一個是年僅8歲的女孩子。還有托蒂和前妻布拉西曾經為著名的動畫片《辛普森一家》的第17季的第22集配過音，那一集在2006年11月在意大利播出。托蒂最喜歡的車，在他單身漢的時候，他最喜歡的是一輛非常招人眼的黃色馬自達 RX-8。而2013年聖誕節作為禮物，托蒂從大眾公司那裡得到了一輛高爾夫 R2000。2013年，托蒂賣掉了自己的一輛金屬藍色的法拉利 456M GTA， 而另外的2輛法拉利他沒有賣，還放在自己車庫裡，分別是法拉利599和一輛法拉利612。但他們一家人最喜歡用的家庭車是一輛黑色奔馳。平時一個人的時候，托蒂喜歡開一輛灰色的 Smart。2009年6月，根據一個計劃，托蒂收養了來自肯尼亞的11個孩子，那個計劃叫足球收養被遺棄的孩子。托蒂所收養的11個孩子都出生在1997年到2002年，最後他們都被送進了托蒂的足球學校。還有，托蒂非常喜歡打撲克牌，他也參加過一些撲克大賽，
而得到的所有收入，他都會捐給慈善事業。好，足球生涯終究有中場哨響的一刻。綠茵場上的狼王托蒂早已經卸下戰靴，但屬於他的故事從未真正結束。忠誠不必被神化，各種高光和失意，圓滿和裂痕，還有堅守和遺憾，這都是人生常態。他們在一起共同拼湊出最真實的生活。在托蒂的故事中，這個總習慣於用玩笑來包裹自己脆弱內心的男人，在時代落幕以後，在家庭變故中，在歲月無情面前，他一次次和生活的不完美握手言和。托蒂把最好的青春留給了羅馬這座城市，也讓無數球迷明白，有些偉大並不只是來自於冠軍或數據。在羅馬的街道，在奧林匹克球場的看台上，在每一位球迷的記憶裡，那個曾經身披10號戰衣的隊長，他永遠不會真正的退役，因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羅馬的國王也永遠只有一個，弗朗切斯科·托蒂。好的，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希望您能點一個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